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嘎。那再过一阵子呢，冬至就要到了。冬至呢是12节气中蛮重要的一个日子，它大约都会是在阳历的12月22或23其中一天。那冬至就是太阳照射我们这个地面的角度最倾斜的那一天。过完那一天之后，它倾斜角呢就会再转正过来了。所以过完这一天呢，阳气就渐渐上升了啊。那我们在冬至呢，都一定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会吃汤圆。那汤圆呢，它代表的就是一种合家团圆、圆圆满满的意义。那今年的汤圆，我们就来自己做吧。那这里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从无到有，做出一颗鲜美好吃的咸汤圆。那做甜汤圆就更简单了啦所以咸汤圆会做，甜汤圆呢，你一定也可以做得出来。那我分享这个比例配方呢，是可以让你做大约10颗左右的咸汤圆。那当然就是看你汤圆的大小来决定那在制作外皮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的原料呢是原糯米300 CC， 就这么简单，只要原糯米就好了。那内馅的部分呢，我是做葱肉内馅也是比较简单但是好吃的一种内馅那我们需要的材料呢是猪肉300克，还有葱3根另外还有一些盐巴啦、胡椒啦那些调味料。那在制作这个咸汤，我们需要的材料呢是红葱头大约4颗，油葱酥适量，还有青菜，还有葱。那用以上这些材料，就可以煮出一碗美味好吃的咸汤圆咯。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咸汤圆如何制作吧。我们来准备煮咸汤，准备个锅子让它烧热，接着倒入一些油，放入切片好的红葱头，慢慢拌炒它，把它炒香。接着加入一些香菇贡丸，那我把香菇贡丸切半，这样才不会太大颗再来我们加入油葱酥大约半碗，这个油葱酥在这个咸汤圆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咸汤圆的汤那个独特的香味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再来我们加入清水，大约加5碗，看你需要的量决定。接着我们加入1汤匙的鲜鸡粉，把它充分搅拌。最后我们加1大匙的盐巴，做一个调味。把它拌匀，那等它滚了之后呢，我们就加入青菜。那我因为买不到茼蒿菜，所以我准备的是白菜。好，把它搅拌均匀，让这个菜充分煮熟。再来，我们撒入一些胡椒盐。还有一点点的香油提味，那就差不多完成咯。把它拌一拌，等它煮滚。最后呢，再加入一些青葱。好啦，那我们这样这一锅香喷喷的咸汤圆的咸汤就完成了。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香这就是咸汤圆的咸汤独特的香味。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制作这个汤圆的外皮。汤圆的外皮呢是使用原糯米，用原糯米来做。那
这个圆糯米呢，洗干净之后，让它泡水至少4个小时以上，那就可以把它打成糯米浆。那我们一样呢，要来借助我们这个机器哦，来把它打成糯米浆哦。那打之前一样哦，记得刀片要先放好哦，把我们的圆糯米放进去。那放完之后，你要注意哦，里面的水哦不用太多哦，我们水最后是不需要的。盖上盖子。那我们打呢，要用强力的去打。那打30秒后，你用手可以去摸看看里面，你会发现还是会有很粗的碎屑哦，因为毕竟这不是研磨机，没办法整个磨成粉。那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要有点技巧，就是你要去晃动这个机器，好，就这样。好，让它在打的时候呢，那个粉哦可以扬起来，让那个刀片可以把它打碎。那你这次在摸就很明显有改善哦，变得细很多了。那还是不够，我们要再打久一点。整个打的过程呢，大概会需要1分钟到2分钟。好，这次在摸很明显不一样哦。你在摸的时候，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哦，这个白色的浆哦，会变得很稠哦，不像一开始水水的哦，这个液体会变得很稠稠的，然后细微的粉末很少了哦，那这样就是成功打成糯米浆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步骤，要把这个糯米浆呢过滤掉，把水分过滤掉。那我们需要一个过滤的棉布哦，这是做豆浆在用的过滤布。我们把刚才打好的这个糯米浆呢倒到布里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把这些浆呢水分把它挤出来。那整个过程中呢，就是这个步骤哦最麻烦了，要花一些时间和力气哦。那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哦，是要慢慢的让它挤出来。那在挤压的时候呢，你也不要用力过猛哦，不然袋子可能会破掉哦。那基本上这个绿豆浆的这个袋子哦，它是蛮强韧的哦。那也可以有点像在拧毛巾一样，这样子去拧它，效率会比较好一些啊。尽量的去榨干它所有的水分。啊，差不多了哦，已经挤不出水分来了。好 ，OK。那我们要的糯米面团在里面啊，我们把它取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糯米团哦拿出来。那你这样做，你拿糯米团出来会闻到糯米那个香味哦，原始的糯米香味。这个我想，你如果是用糯米粉哦，是闻不到的。有一些粘在布上面的，我们把它拨出来，不要去浪费这个食材哦。好，那这碎屑的地方呢，我们先给它摆着。然后有些已经结成一块的部分呢，我们要把它切取一些下来。好，要用它呢来当这个糯米结合的核心。我们切出大约总量的1/5好到1/4的量，好，这样一小块。
好，那我们要准备一个热水，那把刚这个切下来的糯米丢到这个滚水中去煮，把这几片要当核心的糯米呢，先把它煮熟。好，那我们作为核心的糯米煮熟之后，像这样子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那我们不要一次全放先放一些放个3片。全放的话，如果万一太黏或是太湿，就会没有办法补救。好，那我们把它揉进去。那加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糯米团呢，渐渐有粘性出现。那这可能还不够，我们要再放一片。随着当核心的糯米呢发生效果之后，它渐渐的就变成很有粘性的一团咯。好，那我们这样糯米团就完成了这个粘性呢刚刚好差不多，不会太湿黏。好，那就记得你一定要一开始先加少一点，不要一次加太多，因为如果一次加太多太黏了，你就没救了。可是如果不够黏你就可以再继续加让它黏一点，逐步增加到你想要粘性出现为止。那再来我们就切出我们要的大小，准备来包内馅咯。先把它搓揉成长条形。好，那切出我们要的大小，差不多这么大。那大小不拘了看你要吃大颗还是小颗的。切好之后我们把它放在盘子中。那记得呢，上面要盖个湿布，不然它干掉了就会很难包。那就用刚刚这个布把它盖住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准备来包内馅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葱肉内馅。那这个内馅的做法就类似我们做肉包一样，你可以参考右上角的资讯卡，有关于做肉包的内馅的制作方式。那只是呢，我们把里面的材料的那些高丽菜等等的换成简单的葱和肉来组成。那么用机器打出来的粘性是很强的不会散开像这样。好，那包的时候呢，就在手掌这里把它按出一个圆形出来。压的时候呢，最外缘这里可以给它压长一点，等一下我们收口呢会比较好收。加入内馅，给它收口。口收起来之后，就可以把它搓圆了。那糯米团粘性很高所以它揉之后呢，是很容易就密合起来，变一个圆形的来，我们一颗汤圆就完成咯。好，我们继续再来包那在包的时候呢，建议馅料不要太多，刚好就好，不然除了很难包之外呢，你在煮的时候也蛮容易破掉的。那个皮也不建议弄太薄好咯，又一颗汤圆完成了
那我们搓了很多颗哈，等一下晚餐要吃不会吃那么多。好，剩余的呢，我们可以先把它装在容器中，然后呢放到冷冻库保存。在冷冻库保存很多天它都没有问题的。你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煮，味道还是一样鲜美。好，这些先冰起来。等一下我们就先来煮个4颗因为这个汤圆呢，其实也不要一次吃太多了但是真的很鲜，很好吃哦。我们现在就来煮汤圆喽。我们来煮汤圆喽。首先我们先烧一锅热水，把刚做好的汤圆一个一个放进去，接近水面再放，比较不会溅起水花。那放完之后呢，一定要注意马上搅拌它。不然呢，汤圆皮如果粘黏在锅子底部，那它就会破掉咯。过了大约3分钟之后呢，汤圆呢就会渐渐的浮起来了，那就是快好咯。等到它都已经完全浮在水面上，那就是煮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咯。白白亮亮的咸汤圆，有没有很漂亮呢？接着加入我们刚才准备的咸汤，最后当然要摆上青菜，青菜是我最喜欢吃的部分了。好啦，一碗热腾腾的咸汤圆完成了。看起来有没有很美味呢？好啦，我们美味的咸汤圆制作完成了，味道真的好香，那个汤的那个油葱的香味，肉的香味非常的棒。那我自己做咸汤圆一定会加很多青菜，可惜呢买不到茼蒿菜，不然加这个当归是最好吃的。那这个汤圆白白圆圆的，看起来真的好美味。我先来尝看看咯。很好吃，简单的葱肉内馅就非常好吃。重点是它那个外皮可以吃得出那种糯米的香味哦。比去大卖场买那种一整包的汤圆好吃很多。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做的肉用的也比较好。那咸汤圆的灵魂之一就是汤了，喝看看这个汤。好香的汤。那这次做的重点是在汤圆的制作上了，所以这个汤呢，如果你要更下功夫，你可以用鸡骨头去熬汤，熬出来汤会更鲜更好喝。这个香菇贡丸也不错哦，很 Q 弹的。贡丸你也可以自己做可以参考我们的资讯卡，有分享一个怎么做贡丸。那香菇贡丸就是你加香菇进去就可以了。自己做的贡丸好 Q 好好吃。菜，每次咸汤圆菜都是先被捞光的。那你自己煮就可以加很多自己喜欢的菜啦。赞哦！美味好吃的咸汤圆，今年的冬至你也自己来做一份咸汤圆自己吃吧。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